朝鲜空军对其空军基地改扩建完成，这预示着可能很快会有新战机接装，会是之前传闻已久的歼10战斗机吗？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朝鲜空军最重要的军事基地顺川军用机场改造已经完成，这似乎是为了中国歼10 AG 战机的到来在做准备。朝鲜空军近几年来正在谋求建设现代化空军，因为朝鲜半岛局势的日趋紧张，朝军对于其空军力量发展不足深感担忧，尤其是针对美韩屡次在军演中对朝军发起的斩首和精确打击行动，朝军深感空军发展的重要性。目前朝鲜空军的建设程度可以说是东亚几个国家中最不济的，其空军部队目前只有34架米格29战斗机和35架苏25攻击机可堪一用，剩下的数百架飞机堪称老古董，在现代战争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为零。因此可以说，和南面动辄200多架4代机和5代机的邻居相比，朝鲜空军和韩国空军的差距可以说是数十倍，半岛双方的空中力量差距已经严重不对等。朝鲜本身没有足够的军事航空工业能力，无法自研战机，所以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空军，只能依靠采购国外战机。目前朝鲜只有中国这一个选择。当然，关于中国歼10战机将要给朝鲜提供的消息流传已久，从各方面的消息分析，这种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。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朝鲜军方此前举办的防务展上出现了中国 PL10 格斗弹和 PL12 中距空空导弹，这就基本上实锤了朝鲜将从中国接收新战机的消息。为什么这么笃定呢？因为这2款导弹只有中国战机能够使用，朝鲜战机无法兼容中国导弹，也不存在升级适配的可能。中国的导弹必然也需要中国的赛机平台来挂载，而目前适合朝鲜的只有空军退役的歼10 A 战机，而国产的侧位系因为与俄罗斯的协定不可能外售，歼20就更别想了，所以只能是歼10 A。 而且朝鲜大规模扩建其军事机场的举动也似乎是为歼10战机提供位置，因为朝鲜特地将平安南道顺川机场的跑道此前的2500米延长为2800米，跑道专门进行扩建，同时在机场增加了16个大型的停机棚和24个停机位。扩建完成后的机场完全可以容纳比米格29更大的战机。所以说，若朝鲜没有接收新机需求的话，不可能无端扩建机场和增加停机位，因为现有机场已经够他们的飞机使用了。而此次增加的16个大型的停机棚和24个停机位，理论上可以停放40架歼10 AG 战机。此外，去年还有消息称，朝鲜空军飞行员在我军北部战区进行歼10 A 飞行训练的消息。当然，除了上面的信息，中航工业官方也在年初向外界披露了歼10 A 战机的升级和改装计划，旨在老旧歼10 A 战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升级工作，通过为歼10 A 升级火控雷达和武器，使其达到4代半战机水准的技术水平。升级版名称为歼10 AG 战机。虽说相比歼10 C 还有些许差距，但是相比只有4代机水准的歼10 A，歼10 AG 的性能提升是非常明显的。因此，空军此前退役的老歼10 A 也很有可能通过升级成歼10 AG 后提供给朝鲜空军，而升级了火控系统的歼10 AG 正好可以发射 PL10 格斗弹和 PL12 中距空空导弹。朝鲜若能够获得批量的歼10 AG， 可以说能够及时改变其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工作。歼10 AG 对于朝鲜有2个经济意义，第一个就是确保其空军建设不会断层。朝鲜空军已经30多年没有换装过新式战斗机了，其最先进的战机技术水平只是3代机水平。空军部队不仅缺乏先进战机，还缺乏高技术人才与飞行员。若能够成功引进歼10 AG， 对于朝鲜空军的发展可以说是及时雨，能够让朝鲜空军的发展不至于产生断层和断代的问题，同时也能够开始培训4代半战机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。
使其不至于在空军建设上太过滞后。第二个就是歼十 A-G 战机的入役，可以让朝鲜空军能够与韩国空军有了掰手腕的能力。以前朝鲜空军面对韩空军只能是被动挨打，但是有了歼十 A-G 战机后，基本上可以缩短与韩国空军的装备差距。尽管现在韩国已经从美国陆续引进 F-35隐形战机了，歼十 A-G 毕竟是一款4代半战机，性能不输韩军的 F-16，对于韩国的空中力量具备一定的震慑能力，这可以让韩国即便是在战时，也不可能像以前的计划一样，轻易派遣战机对朝进行纵深打击。当然，朝鲜空军能否获得歼十 A-G，我们需要继续观望。顺川军用机场改造已经完成，具备了起降歼十 A-G 的条件。我们也许能够在下次朝鲜阅兵中看到歼十 A-G 飞过平壤的画面。